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古法里就戈兰高地问题指责美国，称华盛顿应该将几个自己的州移交给以色列。特朗普正干一件大事，世界必须阻止这个疯子。古法里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美国将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移交给以色列的想法。叙利亚大使呼吁美国不要被误导，不要认为有朝一日戈兰高地将是你的。在特朗普宣布美国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拥有主权后，叙利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美国此举招致了土耳其、阿拉伯国家、欧盟、中国、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国际谴责。法国、德国和英国也表示，他们不会支持以色列对该地区拥有主权。1981年，该国议会宣布对该领土拥有主权。戈兰高地在1967年的6日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2018年，安理会敦促以色列立即从该地区撤军。然而，联合国安理会宣布该动议无效，没有国际法效力。记者与大马士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叙利亚前外交官巴萨姆·阿卜杜拉博士讨论了叙利亚对特朗普宣布戈兰高地计划的反应。问：有报道称，有集会抗议特朗普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叙利亚对这一声明有何反应？你个人对此有何反应？前外交官，联合国安理会的解决方案非常明确。首先，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无权把叙利亚的土地给以色列。其次，特朗普表明他是以色列政府的一员，他摧毁了美国在巴勒斯坦和戈兰高地问题上的外交历史，这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会有危险？这不是因为这违反了国际法，也不是因为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而是因为特朗普和美国的政策总是在做很多违规事情。特朗普在委内瑞拉任命了一位总统，冻结了合法委内瑞拉政府的资金。让我们以委内瑞拉为例。现在他在兰高地所做的一切，让世界有理由相信他可能做任何疯狂的事情。此前，他退出伊核协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危险的，因为美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美国应该负责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安全。所以，如果特朗普和他的政府想要摧毁这个1945年后建立的国际体系，现在国际社会应该做的是，我们应该团结起来阻止这个疯狂的总统。另一件事是，美国现在已经关闭了与以色列就戈兰高地达成任何型的解决办法的所有机会。特朗普对叙利亚政府和叙利亚人民说，你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接受我的决定，要么选择另一条路。叙利亚人民，叙利亚政府将动用一切手段进行抵抗。特朗普应该知道，另一条路是抵抗。叙利亚任何一方和国际社会都不会接受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领土。问题是，不仅是叙利亚将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将做什么，因为这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挑战。如果国际社会接受特朗普的决定，他们应该期待特朗普可以决定他想要的任何事情，他不会尊重世界上的管辖权，也不会尊重独立国家的主权。记者：特朗普此前宣布他将从叙利亚撤军，但他没有这么做。他还说他已经彻底击败了伊斯兰国，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这是非常危险的。你认为美国近年来在叙利亚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前外交官。总的来说，没有人相信美国所说的鬼话。其次，我认为美国不是在打击恐怖主义，而是在支持恐怖主义。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证据。首先，支持伊斯兰国或 ISIS 的是美国，有很多证据表明。现在，特朗普想向世界显示他是一个英雄，他正在与 ISIS 伊斯兰国作战。而特朗普自己则指责希拉里和奥巴马制造了伊斯兰国，这是他在竞选期间声称的。他们正把这些恐怖分子领导人组织起来，建立营地，训练他们在其他地方或国家重新利用他们。这是俄罗斯、伊朗或中国等国的利益所在，所以我认为美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因此，叙利亚、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必须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俄罗斯现在在中东和世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正试图阻止美国的这种疯狂的外交政策，并为中东找到一种平衡的政策。没有人知道伊斯兰国和戈兰高地会发生什么，因此我们面临着不同的选择，但它绝对需要与俄罗斯合作，与伊朗、伊拉克以及其他所有国家合作。我们知道，过去都是美国领着小弟围攻别人，然而就在刚刚，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却被其他14个成员国围攻。发生了什么事？3月27日，当着安理会所有成员国的面，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法里质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政治协调员亨特：“你们可以把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送给他们吗？为什么不呢？南卡是多么好的一块地方！如果本届美国政府真的想得到以色列的支持，就送给他们几个州吧。”叙利亚代表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是就在刚刚，美国承认了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戈兰高地本来是叙利亚领土，但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了。以色列之所以要占领该高地，原因是该高地与以色列接壤，居高临下，从戈兰高地可以俯瞰以色列加利利谷地，在这上边部署军事设施，打以色列对以色列危害很大。当然，道理对叙利亚也一样，而且这是叙利亚的领土。另据路透社报道，3月27日在安理会上，对特朗普决定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安理会的其他14个成员国都表示反对。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被完全孤立，安理会宣布特朗普的决定无效且无国际法律效力。为什么安理会大家一起反对美国？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判断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归谁，这个权力就太大了。美国如此报道，谁都能感同身受。说白了，谁也不想自己领土被侵犯，但认同美国意味着自己领土未来可能也被如此对待。事实上，这一切的根源，说到底还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才出现了安理会14个成员国都反对美国的景象。但中东的问题越搞越复杂，这就是现实。美国作为世界上大多组织的幕后老板，其权力是非常大的。就目前来说，世界基金组织掌握在他的手中，美国间接就可以控制世界的财政走向。当然，随着特朗普的任性，美国的影响力也开始走起了下坡路。众所周知，去年中旬，美国为了制裁伊朗，不顾阻拦退出了联合国，随后再次未经联合国同意，私自对叙利亚发射了禁用武器白灵弹，这就使得各国怒了。既然无视联合国存在，那就取缔美国的资格吧。对此多次会议中，联合国都考虑把总统搬走，至于下家在哪，秘书长自然是亦属中方的。据美联社报道，2月18日，
联合国再次提出搬走总部的事宜，结果这次遭到了美国的剧烈反对。说起来，美国一直都是蜘蛛在握的样子，甚至特朗普大言不惭地声称美元至上，美元坚挺。然而今年美国的经济明显出现了下降，这也使得特朗普希望能再次得到联合国的权利。而搬走总部自然是万万不行的，何况美国如今很多的计划都绕不开联合国的支持。要知道，随着中方的一路一带政策，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加入了中方的怀抱，这也让美国对非洲未来的10年布局出现的变动。毕竟美军军费的减少，也使得白宫无力镇压非洲了。当然，随着投票的开始，美国虽然得到了欧洲26个国家投的反对票，但是中方却以128赞成票压倒性获得了胜利，使得联合国总部搬迁成了必然。当然，如今很多官员也是因为不再愿意受到美国的控制，以往的美国长期安排大量的官员介入，看似为世界考虑，实际一直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但在去年中方轮值的时候，中方大大小小的在公正态度上解决了不少世界难题，也使得世界各国久违地感觉到了联合国的作用，如今自然不会让美国再次控制。众所周知，联合国成立之初一直是希望考虑世界的共同发展，然而这些年美国做了什么？介入中东，抢夺石油，更是禁运古巴30年之久。只要有快追上美国的国家，就会受到来自欧洲的强力打压。如今世界3强已经默认，三足鼎立的形势也使得美国有所收敛，而联合国搬到中方，这也会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一共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2次世界大战都对世界的格局产生了影响。第2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真正改变世界的战争，许多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正是由于这场战争，许多前世界军事大国开始迅速走向没落，变成现在的2流国家，甚至跌落到3流。英国顶峰时期的殖民地几乎覆盖了整个地球的一半，甚至美国也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曾经是世界的霸主，当时英国陆地面积达到1500万平方公里，但2战后，许多国家开始独立，很多的英属殖民地被别国占领，英国开始彻底走向衰落。现在的英国只有区2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目前成员国已达到193个国家。尽管如此，英国仍然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迄今为止，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分别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其中最权威的就是5常国家。值得一提的是，5常国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权，就是1票否决权，这对所有国家都很有吸引力。如今，许多国家在国力发展之后，就开始蠢蠢欲动，想要坐上5常的席位。近年来，日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国家。特别是在21-18年，日本搞了一个大动作，宣布它将正式升级出云号成为航空母舰。这显然违背了2战后签署的协议，在签署的条约中，日本不允许拥有航母等战略武器。此外，日本还向美国订购了150架的舰载机，显然是势在必行了。之后紧接着又宣布退出捕鲸协议，这完全是对联合国的公然挑衅。日本一直以来都想当选5大常任理事国，所以一直给中国使绊子，希望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位置取而代之。据悉，联合国在会议上重新分配了会费问题，但是在最近一段时期，
日本却遭受到了打脸。由于其经济发达，日本在联合国的分摊会费紧随美国，排在第2位。但现在联合国忽然宣布，中国将接替日本成为第2会费大国。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件好事，少花钱不好吗？事实上，会费减少就意味着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也会减少。日本根本不关心这点钱，因为这其中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长期以来，日本仗着其第2会费国的地位，在联合国，除了5常之外，日本具有绝对地位，而且日本还一直想要凭此坐上5常之位。但现在联合国的决定使中国的地位再次飙升，他们的地位已经下降，这也说明了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超越日本。日本5常之梦彻底碎了，不过美国和俄罗斯却一致赞成，恐怕这才是日本最伤心的地方吧。26票反对也无效，联合国总部迁入中国。美国作为世界上大多组织的幕后老板，其权力是非常大的。就目前来说，世界基金组织掌握在他的手中，美国间接就可以控制世界的财政走向。当然，随着特朗普的任性，美国的影响力也开始走起了下坡路。众所周知，去年中旬，美国为了制裁伊朗，不顾阻拦退出了联合国，随后再次未经联合国同意，私自对叙利亚发射了禁用武器白灵弹，这就使得各国怒了。既然无视联合国存在，那就取缔美国的资格吧。对此多次会议中，联合国都考虑把总统搬走，至于下家在哪，秘书长自然是隶属中方的。据美联社报道，2月18日，联合国再次提出搬走总部的事宜，结果这次遭到了美国的剧烈反对。说起来，美国一直都是蜘蛛在握的样子，甚至特朗普大言不惭地声称美元至上，美元坚挺。然而今年美国的经济明显出现了下降，这也使得特朗普希望能再次得到联合国的权利，而搬走总部自然是万万不行的。何况美国如今很多的计划都绕不开联合国的支持。要知道，随着中方的一路一带政策，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加入了中方的怀抱，这也让美国对非洲未来的10年布局出现的变动。毕竟美军军费的减少，也使得白宫无力镇压非洲了。当然，随着投票的开始，美国虽然得到了欧洲26个国家投的反对票，但是中方却以128赞成票压倒性获得了胜利，使得联合国总部搬迁成了必然。当然，如今很多官员也是因为不再愿意受到美国的控制。以往的美国长期安排大量的官员介入，看似为世界考虑，实际一直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但在去年中方轮值的时候，中方大大小小的在公正态度上解决了不少世界难题，也使得世界各国久违地感觉到了联合国的作用。如今自然不会让美国再次控制。众所周知，联合国成立之初一直是希望考虑世界的共同发展。然而这些年美国做了什么？介入中东，抢夺石油，更是禁运古巴30年之久。只要有快追上美国的国家，就会受到来自欧洲的强力打压。如今世界3强已经默认，三足鼎立的形势也使得美国有所收敛，而联合国搬到中方，这也会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XLW 联合国通过决议，中国位置大变，美日心碎。日本入常的梦又碎了。特朗普正干一件大事，世界必须阻止这个疯子。纽约当地时间12月22日，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确定了2019-2021年各成员国的预算分摊新比例方案。美国分摊 22%， 达到上限值。中国超越日本升至第2位，
由之前分摊 7.92% 上升到 2%。日本降至第3位，由之前分摊 9.6% 降低到 8.56%。日本看到这一方案出来，内心痛心疾首。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就分析称，中日这一位置变化说明两国的经济实力差距越来越大，而日本在联合国的话语权将进一步被削弱，入常的梦又碎了。联合国预算分摊比例每3年调整一次，根据各国国民总收入等进行修正。特朗普正干一件大事，世界必须阻止这个疯子。根据联大刚刚通过的决议，未来3年中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和威和摊款均将大幅增长，承担2% 的会费， 15.2% 威和摊款。既然我们在联合国承担的费用份额超过日本升到第2，那么谁出的钱多，谁管的事也多。过去日本在联合国各个机构中派驻了大量的本国人员，这点我们确实不如日本做的贼。所以这次提高我国的费用，一是体现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二是证明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日本想入常，这白日梦做得还挺美，而且这入常梦做的不止1年2年了。1982年，中曾根康弘成为日本首相，这位日本首相被日本公认为最国际化的领导人。军事上，积极响应美国号召，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尽心服务。为了反对苏联，还把日本自卫队的军费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 1%。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实力在其任期内跃居世界第3。外交上，以日美关系为外交基础，与美国总统里根拉关系套近乎。在1983年的 G7 峰会上，中曾根康弘堂而皇之的把英国首相撒切尔挤到一边，站在里根身边拍摄全家福。经济上，在其任内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不过其主张和美国以平等的关系解决日美经济摩擦以及双边问题，结果平等的关系换来了一纸协议广场协议。政治上，提出修改和平宪法，喊出政治大国的口号，做起入常的白日梦。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非洲国家有54个，占了1/4以上的席位。所以，日本除了和美欧大国套近乎外，还积极对非洲援助，目的就是拉拢人心，寻求支持其入常的目标，同时还能遏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可惜，梦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中国这一关是过不去的。显然，日本是想学习中国的经验，从而达到谋求入常的野心。现在，日本又和德国、巴西、印度组成了力争入常的4国集团。德国财长肖尔茨在今年1月甚至公开喊话法国，要不你法国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让给欧盟，法国可以成为欧盟常驻安理会的代表。众所周知，欧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而德国在欧盟中经济地位远超法国，排名第1。在英国脱欧的情况下，德国人要法国让出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给欧盟，说白了不就是让给德国自己吗？法国人一听就火冒三丈，因为2周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2人之间还大谈友好，还共同呼吁欧洲要团结一致对外。法国驻美大使第一时间回应，这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这与联合国宪章背道而驰，要改变它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转眼德国财长就要求法国让出祖上留下的丹书铁券。
大白话就是，呸，你个2X，还想忽悠老子？德国，你难道忘了联合国成立的最大功臣是谁吗？德国，我啊。日本，我不服，还有我。是啊，德日说的没毛病，联合国5常的特权正是通过打赢第2次世界大战获得的。所以，德日作为2战的发起者和战败者想入常，只能是白日做梦，而巴西和印度只能有入常的心，没入常的命。日本安倍政府一直没放弃入常梦，至今还在有目的地经营日本在非洲的市场。前几年还出现中国前脚走到哪，日本后脚就跟到哪的情况。这侧面反映出一个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对日本来说，它始终不能从心底里接受，或者说正视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对我们说，不管日本正不正视，接不接受，都对中国的崛起和复兴没有影响。我们也不需要日本的正视和接受，所以我们要对日本时刻保持警惕，